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身边好像总有那么两类女性形象，你说说看。就一类好像特别强，就是那种工作家庭都玩得转，感觉什么都打不倒她。嗯哼。然后另一类呢，就显得哎呀特别容易内耗，好像一点小事就能让她焦虑、不开心好半天。这种反差，你是不是也观察到过？这难道真的就是天生性格不一样吗？这个观察挺有意思的。其实啊，你分享的那份材料，它里头有个核心观点，我觉得特别值得一说。是什么？他就说，这种所谓的心理强大，或者说内心有力量吧，它不是天生的，更像是像锻炼肌肉一样，是能练出来的。练出来的，像健身一样。对，而且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这种强大啊，很多时候不在于你做了多少，就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在于什么？反而在于你不做什么。不做什么？对，就是说有意识的去避开那些特别消耗你心理能量的行为模式。你刚才说的那个内耗，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可以说是无谓的能量消耗。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强大的人可能更懂得避开那些让自己心累的坑。没错，可以这么理解。那好，咱们今天这个探讨任务就很明确了，咱们就一起好好捋一捋你这份材料。重点看看里面提到的内心强大的女性，她们会有意识地避开哪些事儿。好，我们聊聊为啥这些行为会消耗你，然后也看看材料里给的例子和建议，看对咱们听众能不能有点启发。行，这算是一次为你量身定制的梳理吧，希望咱们能一起探索一下。没问题。那咱们就从第一个坑开始。材料里说，第一个要避免的是任由问题躺平。这个躺平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拖延。对，拖延症。对，而且材料对这个拖延的解读，我觉得挺到位的。他说啊，拖延的根上往往不是因为懒，不是懒，那是什么？更多的是因为怕。对，怕麻烦，怕搞砸了，怕引起冲突，怕面对未知的结果。就比如说吧，你知道跟同事那个分工有问题，但他可能比较强势，你就怕踢出来伤了和气，干脆就一直忍着不说。这个我懂。或者像材料里举的那个热水器漏水了，哎呀，一想找人修，又要花时间又要花钱，怪麻烦的，就想着，再等等吧，可能自己就好了呢。哈哈哈，侥幸心理。是吧？这种心态确实太常见了。但材料也分析了，拖延的代价可不小。他怎么说的？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拖延就像那个滚雪球。滚雪球？对，小问题你不解决，它就越滚越大。最后你处理起来那个成本，哇，可能是指数级上升的。就像那个热水器漏水的例子。没错，一开始可能就滴几滴水，几百块钱找师傅看看，可能就搞定了。你非要拖到最后水漫金山，把楼下邻居都淹了，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对吧？这个账得算清楚。这是看得见的成本。对，除了这种看得见的，材料还特别强调了一种隐性的成本，叫情绪成本。情绪成本？就是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它老在你心里悬着，就像你电脑后台开了个特占内存的程序一样。这个比喻形象。它会持续的消耗你的注意力，你的心理能量，让你不得安宁。你心里老惦记着，哎呀，那个事儿还没办，那个人还没沟通，这种持续的心理负担其实特别特别累人。确实是，材料里那个叫小李的例子，我印象挺深，就是典型的。你说说。他当时接了个项目，客户提需求特模糊，就说，想要个有科技感的界面。科技感，这可太宽泛了。是啊，小李当时就觉得，哎呀，追问细节吧，好像显得我不专业。客户自己估计也说不清，怕麻烦，干脆就凭自己感觉先做一板出来。然后呢？结果可想而知啊，交上去就被打回来了。客户一看说，不对，我要的是那种简约科技风，你这搞得太复杂了，像什么工业风。哈哈，完全拧了。前期怕你一点麻烦，结果后面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代价太大了。他后来自己反思就说，当时我要是就多花10分钟打个电话跟客户问清楚，后面哪至于这么被动啊。这句话点到要害了，用短期的那个所谓的舒适区换来了后面长期的痛苦和压力。没错，那这种拖延模式有解吗？
材料里有说怎么破吗？有，材料提供了一个我觉得还挺实用的方法，叫5分钟启动法。5分钟启动法？对，它的核心想法就是，你面对一个让你特想逃避、特不想干的任务时，你先别想着，哎呀，我要怎么把它彻底解决掉。那想什么？你就问自己，我现在能不能为这件事儿就做一点儿点什么，哪怕只行动个5分钟。哦，就是把行动的门槛降到最低，是吧？没错，比如你跟朋友有误会了，你不敢直接打电话道歉，感觉太尴尬。那你可以先花5分钟编辑一条微信，就简单问候一下，或者表达一下我想跟你聊聊，先发出这个信号。或者那个漏水的水管，你实在不想马上找师傅，那行，先花5分钟上网搜一下附近靠谱的水电工电话，存手机里。这也算前进了一步，对吧？对。材料还提到，比如面对那个老推卸工作的同事，你不想一下子就跟他正面刚，怕场面难看。那你可以先花5分钟，把这个工作的具体内容，还有哪些明确不属于你职责范围的证据，默默整理好，这样你就为下一步的沟通打好了基础。明白了，关键在于启动2个字。对，一旦你开始行动了，哪怕只是迈出特别小的一步，你心理上的那种阻力往往就会一下子小很多，然后呢，后面的行动就比较容易跟上来了。所以啊，这第一点，不让问题躺平，或者说不拖延，核心就是要阻断那个从小问题拖成大麻烦的恶性循环。没错，就记住材料里那句话，今天10分钟能搞定的事儿，你千万别拖到明天用10个小时来擦屁股。太对了。解决了拖延问题，我们来看材料指出的第2个消耗点，回避正面沟通。感觉这个好像在女性群体里，更常见一些，就是总担心直接说问题会不会烧感情啊，会不会吵起来啊之类的。是的，这种担心很普遍，但材料首先就想帮大家打破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就是有效的正面沟通，它不等于吵架，也不等于指责。哦，那它是什么？它的核心应该是清晰地表达你自己的感受，并且提出具体的需求。注意啊，是说我怎么样，而不是你怎么样。说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而不是指责对方。对，材料里那个关于老公乱扔袜子的例子，我觉得就特能说明这2种沟通方式的区别。那个例子我知道，他做了个对比是吧？对，指责式的说法可能就是你怎么又乱扔袜子？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太不讲卫生了。这种话一出口，估计对方也火了，就容易吵起来。是啊，但是材料倡导的那种沟通方式呢，大概是这样的：老公，我看到袜子在沙发旁边，先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我感觉家里显得有点乱，而且我每次都要弯腰去捡，也挺麻烦的。你下次能不能就是脱下来直接放到脏衣篮里呢？最后提出一个非常具体可操作的需求。这么一说，感觉确实温和多了，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对吧？它没有攻击性，但又清楚地表达了你的困扰和期望。那如果一直回避沟通呢？就忍着不说，会怎么样？材料分析说这看起来好像是避免了眼前的冲突，但实际上会带来2个更麻烦的、更深层的问题。哪2个？第一，你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完全丢给了对方去猜。猜？对啊，你不说，对方可能真的不知道他的行为让你不舒服了，或者他根本没意识到你的底线在哪里，你指望他猜对，太难了。这倒是，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真不是故意的。第2个问题更麻烦，就是负面情绪会不断累积，你这次忍了，下次还忍，这种不满委屈就像往一个情绪存钱罐塞钱，越塞越多。最后可能因为一件特别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他没盖牙膏盖，你就砰一下彻底爆发了。这个太真实了，然后还会翻旧账，把以前忍的全都倒出来。对，那样的爆发往往更伤感情，破坏力更大。材料里那个邻居张姐处理家务分工的例子，我觉得就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她是怎么做的？她老公就是那种下班回来就往沙发上一躺，开始葛优躺玩手机，家务孩子基本不管。很多家庭的常态。张姐没选择一直忍着，也没选择跟他大吵大闹。那她怎么办呢？她找了个合适的时机，好像是等她老公打完一局游戏，心情比较放松的时候，坐在他旁边。时机很重要。先是表示理解，她说：“
老公啊，我知道你上了一天班可能挺累的，想歇会儿放松一下。这是第一步，先共情，让对方感觉被理解了。先顺毛捋。然后呢，他就清晰地陈述自己的困境。但是呢，我下班回来又要忙着做晚饭，还得辅导孩子写作业。说实话，我一个人确实有点忙不过来。这是第二步，说自己的感受和客观事实，不是抱怨。摆事实，讲感受。最后，他提出了非常具体，而且是对方比较容易做到的需求。你看，你能不能每天帮我个小忙，不用多。比如在我做饭的时候，你帮我把菜写了，或者陪孩子读个10分钟的故事书也行。这样呢，我能稍微轻松一点，咱们晚上也能早点弄完，还能多点时间聊聊天，不是挺好吗？这是第三步，提具体可行的需求，还描绘了好处。哇，这个沟通方式真的很高明啊，是吧？他完全遵循了那个先肯定，再说感受，最后提需求的模式。那结果呢？她老公听了吗？结果据说还挺理想的，她老公听进去了，第二天就开始主动分担一些了。哎呦，那个挺不错。就说明很多时候不是对方不愿意做，而是我们沟通的方式不对。有效的沟通真的能打开局面。是啊，那如果有人天生就比较内向，或者说就是害怕冲突，不太擅长这种沟通，怎么办呢？材料有给什么建议吗？材料推荐的这个3步沟通法，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刻意练习的框架。可以练。它不光能用在夫妻之间，像朋友啊、室友啊、同事啊，甚至跟领导沟通工作，都可以试试套用这个模式。关键就是把那个沟通的焦点从指责你是错的，转变成表达我的感受和需求是这样的。我试试看啊，比如说，那个老是用你贵价护肤品的室友，这个场景很常见。用这个3步法，可能就是我知道你有时候出门急，可能忘了带自己的，先表示理解。但是我这款呢，是专门针对我这个敏感肌的，可能不太适合你的皮肤，而且我平时用的也比较省，说感受和事实。下次你需要的话，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或者我也可以帮你推荐几款适合你的平价替代，这样说是不是就好很多？对，你看，这样既委婉地表达了你的界限，也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提供了方案，比憋在心里生闷气或者直接说你别用我的东西要好得多。有道理。所以核心就是那句话，你不说，你的需求和感受就可能永远被忽略。你得想办法用一种清晰并且尊重对方的方式表达出来，问题才有被看见、被解决的机会。好，前面这2个，一个是关于处理外部问题的拖延，一个是关于人际沟通的回避。接下来第3点，材料把视线转向了我们内部，就是如何对待自己。他说要避免对自己太苛刻，这一点感觉，好像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掉进去。的确是。过度自我批评真的是内心能量的一个巨大漏洞。材料就指出这种持续的负面的自我对话，就像你脑子里住着一个差评师，内置差评师。对，它不停地打击你的自信，消耗你的动力，最后很容易导致一种越骂越不想干，越干不好越骂的局面。材料里那个学开车的例子就很形象。一个新手开车不小心蹭了一下，如果这时候脑子里的声音是我怎么这么笨，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开车太难了。那结果很可能就是他会产生强烈的畏难情绪，甚至不敢再碰方向盘了。害怕了。但如果换一种声音呢？比如说，哎呀，蹭了一下，新手嘛，剐蹭很正常。重要的是想想下次怎么避免，比如倒车的时候要多看看后视镜，速度再慢一点。这个感觉就好多了，对吧？后一种声音，他承认了错误，但没有否定这个人本身，而且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改进上，这就能给人继续尝试的勇气。所以关键的区别在于是把合理的自我要求变成了那种破坏性的自我攻击。没错，材料分析说，这种自我攻击特别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什么样的循环？就是过度自责，然后引发焦虑紧张。焦虑紧张呢，又会影响你的表现和效率，让你更容易出错或者效率低下。然后糟糕的表现反过来又印证了你心里那个看吧，我果然不行的念头，于是导致更深的自责，就这么一直转圈圈。越陷越深。
材料里那个考研的小王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对，就是他。他好像是因为中午没控制住，多睡了2个小时午觉。结果醒来之后就陷入了强烈的自责，觉得自己太堕落了，太浪费时间了，肯定考不上了，甚至还扇了自己耳光。这么严重？是啊，但结果呢？这种强烈的自责和焦虑，让他整个晚上都没法集中精神看书，脑子一团乱麻，最后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效率低得可怕。太可惜了。那后来呢？后来是他的辅导员开导了他。那个辅导员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什么问题？辅导员问他，如果今天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因为学习太累了，不小心多睡了一会儿，你会这样劈头盖脸的骂他没用、废物吗？肯定不会。小王也说，当然不会啊，肯定会劝他说，哎呀，休息好才能有精力学习嘛，别太自责了。对。然后辅导员就接着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像对待你最好的朋友那样来对待你自己呢？哇，这句话真的很有冲击力，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是吧？这个视角一转换，可能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种苛责自己的倾向，材料给了什么建议？材料推荐了一个挺简单，但可能需要刻意练习的方法，叫换位思考法。换位思考法？对，就是当你又忍不住想批评自己、苛责自己的时候，你先暂停一下。然后在心里做个角色扮演，想象一下，如果同样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最亲近、你最关心、最想去呵护的那个人身上，比如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你会对他说什么？就是把想骂自己的话先在心里过一遍，看看会不会对朋友说出口。对，比如说你考试没考好，本来想骂自己，我真是个笨蛋。你就切换一下，想，如果是我朋友没考好，我会怎么安慰他？可能就会说，哎呀，一次没考好而已，没关系啦，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咱们一起分析分析是哪里没掌握好，下次努力补回来就行了吗？会这样说。或者做饭不小心把菜烧糊了，本来想骂自己连个饭都做不好，真没用。切换一下，对朋友可能就会说，嗨，多大点事儿啊，失误难免嘛，下次注意火候就行了。来，别郁闷了，大不了我们叫外卖。对，肯定是这样。然后呢，最关键的一步是，就把这些你准备对朋友说的那些充满理解、关怀、支持和鼓励的话，对自己说出来。对自己说这些话。是的，核心就是培养一种自我关怀，或者说自我友善的态度，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犯错是人之常情，就像学走路一定会摔跤一样，太正常了。重要的不是永远不摔倒，而是摔倒了，知道拍拍土，爬起来，想想刚才为什么摔，然后继续往前走。用这种建设性的反思去代替那种破坏性的自我苛责，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那个内在的动力，不被自己给骂没了。确实是，对自己宽容一点，温柔一点，可能反而更能轻装上阵。没错。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4点，材料建议要避免拿自己跟其他女性比较。哎呀，这个比较心态啊，尤其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感觉真是无处不在啊。是啊，这个点特别戳人。材料对这种比较行为的分析，我觉得挺深刻的，指出了几个常见的坑。有哪些坑？第一个叫选择性偏差，就是说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啊，往往只看到别人愿意展示出来的那些高光时刻。朋友圈里的完美生活，对，比如精致的下午茶，说走就走的旅行，又升职加薪啊，孩子又得奖了，等等等。但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对方可能付出了多少努力，承受了多大压力，或者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困境。是这个道理。就像你只看到别人晒去马尔代夫度假的照片，你可能看不到他为了攒这笔钱，可能连续加了半年的班。对，看到别人买了学区房，你也可能看不到他为了还房贷，可能日子过得紧巴巴，很多爱好都牺牲了。没错，
这种只看到 A 面看不到 B 面的比较，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偏颇的。这是第一个坑，还有呢？第二个坑是，这种比较很容易让你贬低自己的生活。怎么说？你可能原本对自己的工作、家庭、生活状态还挺满意的，过得也还行。可是，一旦陷入比较，看到别人好像拥有你没有的东西，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更优秀的老公或者孩子，你就容易开始否定自己，觉得哎呀，我的生活怎么这么差劲？然后就产生失落感呐、焦虑感呐。但实际上呢，你的生活本身可能并没有变差，只是你看待它的那个评价体系被别人的标准给带偏了。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对。然后最危险的是第三点，材料说比较可能会让你偏离自己的航道。偏离航道，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在某个领域好像很成功，赚得很多，或者社会地位很高，你可能就会心动，然后不顾自己的兴趣、特长、价值观，盲目的去跟风。结果可能就是放弃了自己真正热爱或者真正适合的道路。材料里举了个例子，好像是一个人本来想当老师，他也喜欢教书育人，但因为看到同学做销售赚得多，开好车，他就也跑去做销售了。结果呢，既干得不开心，业绩也不好，最后非常痛苦，这就偏离了自己的航道。这个代价就太大了。材料里那个小陈的故事，我记得也挺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小陈是怎么回事？他原本是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内容他自己挺喜欢的，也做得挺顺手的。挺好的状态。但是呢，他有个大学同学叫小林，毕业后转行去做了新媒体。然后小陈就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小林出入各种高大上的发布会呀，采访名人呢，而且听说收入也比他高不少。对比产生了。对，小陈就开始羡慕了，觉得自己这个编辑工作他平淡了，没啥前途，心一横也辞职了，跳槽去了一家 MCN 机构做新媒体运营。结果呢？适应吗？结果发现自己完全适应不了，那种每天追热点、抢时效，甚至有时候为了流量还得写点标题党的工作模式，让他压力巨大，而且内心非常抗拒。跟他原来的节奏和价值观不符。是的，干了不到半年吧，整个人就身心俱疲，最后还是又辞职了。兜兜转转，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熟悉并且真正热爱的编辑岗位。折腾了一茬又回去了。对，他后来的感悟就特别深刻。他说，以前我老拿自己跟小林比，觉得他的生活才叫光鲜，才叫成功。等我自己真的去试了，折腾了这一大圈，才明白，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内心感到安宁和有价值感的，那才是最好的。这句话说的真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他点破了那个比较的误区，我们总是忽略了个体差异和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没错。那材料建议我们怎么跳出这个无处不在的比较陷阱呢？材料推荐了一个方法，叫做自我对比法。自我对比法。对，它的核心就是把那个比较的参照系呀，从别人拉回到自己身上。不跟别人比，跟自己比。没错，不跟别人比，就跟过去的自己比，专注于看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哪怕只是很微小的进步。比如说，不跟别人比谁家孩子更优秀，考试分数更高，而是看看这个月我对比上个月，是不是对孩子更有耐心了呢？是不是高质量陪伴的时间更多了呢？不跟别人比谁的职位更高，薪水更多，而是看看这个季度我自己是不是掌握了一项新的工作技能，或者独立完成了一个挺有挑战的项目。关注自身的成长。对，还可以是这个月我读完了几篇书，我坚持运动了几次，我在理财方面，比如记账存钱，是不是比以前做得更好了？这种纵向的跟自己过去的比较，能让你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努力和成长的轨迹，哪怕那个进步很小，但它是真真切切属于你自己的，能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掌控感和成就感。这个感觉会让人更踏实。而且做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注意力会更多的放在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上，而不是老被外界的各种信息干扰，从而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焦虑和失落。记住材料那个比喻，生活它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短跑。对，重要的是
在自己的赛道上，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跑。你的生活好不好，价值高不高，最终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不是别人。说得太好了。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也是材料认为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允许任何人左右自己的行为和情绪。特别是不要轻易因为别人，尤其是像伴侣啊、家人呐，或者所谓的权威人士，他们的期望、评价，甚至仅仅是一句话，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感受和选择。这一点其实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自我边界和内在力量的问题。材料分析了，如果你总是被别人过度左右，会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后果？首先，最直接的，你可能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逐渐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对，比如你明明很有事业心，想去闯一闯，但是周围的人都跟你说，哎呀，女孩子嘛，找个稳定的工作，早点结婚生子最重要。然后你就听了，放弃了追求自己事业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挺多的。或者在工作里，你明明觉得自己的方案更好，更有创意，但是因为领导或者某个资深同事表示了怀疑，或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你就立刻退缩了，觉得哎呀，他们经验比我丰富，听他们的吧，然后就全盘接受了对方的意见。久而久之，你可能都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你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是第一个后果，失去自我。还有呢？其次，这会让你变成情绪的傀儡。情绪的傀儡。对，你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别人的言行举止牢牢掌控着。你伴侣今天回家晚了，没跟你说一声，你可能就开始胡思乱想，猜测半天，心情荡到谷底。你同事对你的方案提了个质疑，或者只是皱了下眉头，你可能就立刻开始自我否定，觉得我是不是做得太差了？甚至社交媒体上一个陌生人的负面评论，都可能毁掉你一天的好心情啊！这个太形象了，完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是的，然后呢，这种长期被别人左右的人生，最终往往会导向深深的遗憾和悔意。悔。对，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悔为什么没有为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去争取一下，后悔自己好像活成了别人眼中那个应该的样子，而不是自己心里那个想要的样子。听起来挺让人难过的。材料里那个朱姐的经历是不是就挺有代表性的？对，朱姐那个故事很典型。她年轻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去一线城市发展的挺好的机会，但是她当时的丈夫就说，哎呀，女孩子家跑那么远干什么，人生地不熟的。她就听了，放弃了。后来在单位里，她其实对销售挺有感兴趣的，觉得能锻炼人。但当时的领导跟她说，小朱啊，我觉得女同志还是做行政工作更稳妥一些。她又听了，就做行政了。2次都是听了别人的。那她后来是怎么找回自己的呢？她在那个安稳的行政岗位上待了好几年，但心里一直觉得不开心、不满足，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内心的渴望。对，特别是看到以前跟她一起选择了去跑业务、做销售的朋友们，一个个事业都发展得挺好，她内心的那种失落感就越来越强。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做了什么？她很认真的，也很坚定的跟她丈夫沟通，表达了自己想转岗去做销售的强烈意愿。我记得材料里写了她说的话，大概意思是，这些年我好像总是在听别人的安排，为了让别人满意。但说实话，我觉得不快乐。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想为自己做一次决定，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也认了。哇！说出这句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呢。那结果呢？他顶住了来自家境和单位的一些压力吧，最后成功转岗了。初期肯定困难很多，毕竟是新领域。但因为这是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他就充满了动力，拼命学习，积极争取机会。几年之后，他居然做到了区域的销售主管。真的假的？太厉害了。是啊。不光是收入大幅提升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感觉找回了那种对生活的掌控感，整个人都自信了很多。他后来的感悟就特别发人深省。他说，以前啊，我总觉得别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为我好，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也只有我自己
能为我的人生选择最终负起责任来。只有我自己能为我的人生负责。这句话太有力量了。是吧？这个故事确实很鼓舞人。那么材料给出的建议，我们普通人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做到这种自我掌控，守住自己的边界，不那么容易被别人左右呢？材料提了几个挺实在的实践方法。首先，他建议在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时，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抛开别人的看法和期待，我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把自己的需求和意愿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去考量。先问自己。其次是关于情绪的。当你因为别人的言行，比如说被批评了、被否定了，或者被忽视了，而产生了很强烈的负面情绪，比如愤怒啊、委屈啊、自卑啊，这个时候尝试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机会。暂停？对，就像摁个暂停键，深呼吸几下，让自己稍微冷静一点，跟那个情绪拉开一点点距离，然后问问自己，我现在这个情绪是真实的吗？它完全是由对方造成的吗？对方的评价是客观事实，还是只是他的主观意见？我需要为他的看法或者情绪负责吗？就是进行一个理性的分析，而不是立刻被情绪冲昏头脑。对，避免被情绪瞬间裹挟着走。还有一个建议，我觉得特别接地气，就是从小事儿开始练习，自己说了算。从小事儿练习？比如今天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周末我想怎么安排，中午我想吃什么，晚上想看哪部电影。就在这些日常的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事上，有意识的去倾听自己的声音，然后自己做主，自己决定。材料说，这种掌控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小事儿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积累的多了，当你在面对一些更重大的选择或者别人的质疑时，你就会更有底气去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个方法好，可以马上用起来。当然，材料最后也强调了一下，自我掌控绝对不意味着你就变得固执己见，完全不听别人的建议了。对，不是一意孤行。不是的，而是说你在充分的收集信息，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之后，那个最终做出决定的权利在你手里，并且你要为这个决定以及它带来的后果负起责任。明白了，就是信息可以听，建议可以参考，但最后拍板的那个人得是你自己。正是如此，最终的决策权还有你情绪的主导权，都应该牢牢地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总结来说，这第5点其实就是要努力去做自己人生的那个掌舵人。好的，那今天我们围绕你分享的这份材料，算是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内心强大的女性她们会有意识去避免的5种特别消耗自己的行为模式。我再简单回顾一下啊。第一是任由问题拖延下去，第二是回避必要的正面沟通，第三是对自己过度的苛刻和批评，第四是习惯性的跟别人去比较，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太容易被别人的看法和情绪所左右。是的，而且贯穿这些讨论有一个核心信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心理强大它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不是说你练成了就从此刀枪不入，永远不会脆弱了。它更像是一种动态的，需要你持续去练习、去维护的能力。就像我们健身一样，你得经常练，而且还要懂得识别和避开那些会消耗你内在能量的坏习惯、坏模式。对，说的特别好。所以啊，如果你在听我们刚才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哎呀，好像某一点或者某几点我也经常这样，真的千万别因此就又开始苛责自己了。对，千万别。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棒的，是改变的第一步了。没错。改变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哪怕你从今天开始就试着只调整其中一个特别小的点，比如说下次再遇到想拖延的事儿，你就试一次那个5分钟启动法，或者当你又忍不住想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就马上提醒自己，试试用那个自我对比法，看看自己这个月比上个月进步了哪些地方。从小处着手。对，每一次这样微小的有意识的调整和练习，其实都是你内在力量在悄悄增长的证明。说得真好。我们这次探讨呢，主要侧重的是为了内心更强大，我们需要有意识的避免做什么。
那么基于咱们今天的讨论，最后我想留给你，也留给所有在听的朋友们一个可以延伸思考的问题。好啊，就是有没有一件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主动去做的小事儿，用它来积极的滋养和增强你内心的力量呢？哦，从不做什么到主动做什么。对，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每天就给自己留出10分钟，完全独处不受打扰的时间，或者主动的对身边的人表达一次具体的感谢或者欣赏，再或者在每天睡觉前花几分钟简单记录下一件今天让自己感觉还不错，或者有所收获的小事。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向，从微小的积极行动开始。是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次梳理和探讨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也带来一点点力量吧。我相信会的，请一定记得在探索和成长的这条路上，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一步一步走，你本身就蕴藏着非常巨大的潜力。